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好了，继续我们的学习啊，我们进入到第6个章节，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章节，关于清盘期。项目一般进入到尾盘的时候，剩余10%的库存进入清盘期。那么清盘期的销售跟首开期、续销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在这个章节里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在清盘做一个很好的清盘动作，让我们的项目卖到一套不剩。最后剩那10%其实就是我们企业的利润了啊。在清盘有些企业不太重视，但是我跟大家讲个事情啊，能把清盘做好才是我们真正利润确保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清盘期的专业知识内容。那么讲第一个核心知识啊，关于清盘计划。那么清盘计划就是但凡进入到库存10%的时候啊，集团也好，项目好，必须要开一个会议啊，项目进入清盘期了。清盘的动作跟续销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要卖到一套不剩，这个技术还是有很高含金量的。给大家讲6个小知识点啊。首先第一个关于底房策略啊，第二个关于一次性促销房源的技术应用啊，第三个关于2、3级联动清盘策略，第4个物业公司联动清盘的策略，特别是卖车位啊，物业公司比我们效果会好很多啊。第5个关于车位去化的一些技术，第6个完美售罄啊，清盘也能做成开盘。如果我项目有2期，周边有友军项目的话，可以把完美售罄清盘最后一套房子做成一个盛大的活动，吸引老业主来啊，激活下个新项目认筹啊。所以我们说在清盘期一般要关注这6件事情。好了，给大家讲第一个知识点啊，关于底房策略的应用啊。每个企业都会底房，底房是我们这个每个企业清盘的最重要的技术。但是底房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很多标杆企业给我们很好的这个建议啊，比如说融创的底房就不叫被动底房，叫主动底房，从卖房开始，首开开始就开始底房。而且底房它不但要把我们的房子抵出去，还要把我们的不同的房子抵给不同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啊，这个楼顶底楼，顶层4套，底层4套，容易出现漏水容易出现这种质量瑕疵的这种房子，抵给谁呢？抵给施工单位啊。只有施工单位的人买了，才不怕它顶底漏水啊。这样的话，我能自己修。而且，但凡把这顶底楼给到施工单位底房的话，他们特别在顶底楼的施工方面更容易做得仔细一点啊。融创把顶底楼抵给施工单位啊，把4顶底楼8套房子抵给什么材料商、采购商啊。通过分段底房的方式，通过分区域、分渠道底房的方式，有效的底房。底完房之后还不行啊，一定要干嘛呢？让他们有效的把这些房源消化掉。我把8套房子给你总包了，是吧？总包呢加价再抵给分包，赚到一部分的溢价，分包再加价，再给到施工单位、办公头，是吧？通过底房还能赚钱，极大的激活了这些渠道的这种底房的这种热忱。那么如何加价呢？很简单啊，我们售楼处要配合他，把这个优惠的价格要给到我们总包单位。比如说总包底房我们是打了个97折，那么我们对外宣传这个房子就是99折的房子，那么总包加个1个点是吧，98折，再抵给分包，分包再加1个点99折抵给施工单位。所以我们说底房策略其实是个进攻的这个渠道战略啊。融创利用总包底款这条线，能够打通整个开发线的这个自购渠道。同样也是一样的，把这个4顶底楼抵给这个材料商、门窗什么材料商教会他们如何去把这个东西房子给到各分销商。这样的话，他会通过工程线底房和找到 N 多个渠道，为我们进行去化房屋，起到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说底房也是一个策略给大家讲几个底房需要关注的核心内容。第一个公司关于底房策略建议一定要写入制度我们但凡花了钱10%必须要抵房子不管是你采购什么门窗什么施工混凝土、钢筋都必须要跟底房策略要挂钩。第二个，关于底房房源流入市场的关注不能让我们的被底房的客群拿出房子去市场上这个烂价的去卖，扰乱我们的正常秩序底房给你之后了，我可以回购把它拿回到我的售楼处里边，我帮你代卖，这是可以的第三个，关于售楼处回购代卖的一个卖点的这么一个提纯在中后期的时候，我们一般售楼处里边要降价促销，但你硬降价的话，老业主会不干，所以我们可以以这种总包底房的房款这个回购的方式我们在售楼处里边进行促销。这样的话如果老业主来问为什么便宜了这是总包的底款的顶底楼便宜一点促销
不是我们的房子，可以解释得清楚。第4个，关于乙方的渠道营销指标，一定要把这些个抵房的渠道当成我们的营销渠道，不但要抵给他们房子，还要他们交出他们身边的有钱的老板、施工方、材料房的老板，他们身边的好朋友把这些资源给到我们，为我所用一定要给这些渠道商施加指标不单单是抵房指标，还有我们的到房指标以及销售指标。这样的话能够灵活应用我们的合作单位更多渠道的去区化我们的产品。那么抵房策略是主动营销的技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主动抵房、有效抵房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尾房工作去化的更加的尽善尽美。那么第2个小知识点关于一次性促销房源的技术应用。那么我们在项目还剩下30套、20套尾房的时候，都是一些个户型非常差的，或者是顶底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搞一个一次性促销的一个开盘，把房子一套不剩卖掉？孙老师答案是可以的这个技术其实在过去10年，我们很多企业都有这个技术，但是的话呢，有很多近几年才加入房地产的管理人员，他们对这个技术不是很熟悉这种一次性清盘的这种开盘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卖完之后一套不剩，直接售楼处拆掉不能给老业主杀回来的机会一听说你的房子什么7折、7、5折清货了，清了一部分还剩一部分了，老业主抓住你的小辫子了，有图有真相了，那这样的话给你闹事儿，带来很大的一些纠纷。所以我们说，关于一次性促销房源清盘技术，也是每一个操盘手必须要应用的一种开盘技术清盘期的开盘你组织过吗？这种开盘很重要它没有衰尾，不像老师讲的首开期是吧？开完盘之后什么客户答谢会，然后加推动作没有我们这个动作就是点动词，做完之后立马售楼处拆掉不给我们老业主反扑的机会，这种开盘是很重要的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去做我们清盘期的开盘这点的话，恒大做的非常好最后这30套房子搞一个内部开盘7折卖给销售员是吧？有1年之内有一个更名的时间，你自己慢慢去卖去吧，利用自己的朋友渠道是卖这个尾房，让销售员赚点这个佣金差价，炒个房子悄悄的把它干掉是最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尾盘清盘这个开盘动作是怎么做的。第一尾盘清销一定要一次性处理掉就是一定是要搞这个活动，开盘1天就全部卖完，不能放长线。一旦长线放长了，被老业主知道的话，那你就等着客户投诉吧第2个尽量小范围的确认客户提前装户很重要是吧？最后还有20套房子，好，近期到访的客户留个电话，交定金是吧？一旦到这个价格了，就必须要买走叫深装户的开盘方式，这点有点像卖别墅，或者有点像这个卖商铺叫装户式开盘，很重要一定要锁定客户，精准锁定第3个，做好老业主的解释准备工作，就是拿出一个文稿来是吧？如果老业主来问，怎么回事？听说你们7折清销房子了，一定要解释清楚。当然没人问的话，就不用主动去解释这点很重要做出来一个主动解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道具出来第4个，员工内部认购为上策就对标一下，像我刚才提到的恒大一样了，最后10套20套就给到员工吧，是吧？7折、7、5折，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自己用也可以，然后你可以转让，1年之内可以这个更一下名，是吧？这样的话是最容易既解决了清盘的问题，还能干嘛呢？还能这个不让社会舆论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问题又来了有很多这个销售管理人员跟我说，孙老师我们想做一个清盘动作7折、7、5折卖房子，这 OA 批上去之后，集团不批呀，是吧？你凭什么7折、7、5折呀？为凭什么不是8折呀？不是6折呀？是吧？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在第1节课讲的时候，在项目就是我们说的项目定位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货值货量关系你到多少面积的货，你单价卖多少钱，最后总的货值是15亿还是20亿这个时候我们在决策指标里边已经是设定了，比如这个项目整盘均价是18000是吧？一共是18个亿是吧？卖到最后这时候你要做一个这个决算了，一个测算了，前面卖了这么多的房子，我平均售价多少钱很有可能是超卖了卖成了19000了或者2万了，价格上去了，那你超卖部分在我们行业里边是可以拿出10%到15%进行优惠空间的。所以在万达我经常干一件事情就卖尾盘是吧？按决策指标来测算，这商铺均价25000，我卖到26000了是吧？多卖了4000万了，好，拿出4000万的15%拿600万出来，把后边商铺清货作为促销，公司会根据你的决策建议会给你报批同意的我在万达襄阳万达
卖了108个铺，尾铺一次性倾销，按照我们的高表价啊，商铺是要按表价定价法的，把最贵的铺子留下，是吧？标价7万，实际上决策底价是2万5，是吧？6万5万的都留下了，是吧？用这种折扣大折扣来清货，对吧？最后处理了肯定要打折的，最后我们算了算，实价是2万5，我们一看打折，表价是5万多，一看5、9折卖这些108个铺，再加上我们又超卖的一些个奖金搁在里边去，这个被一个人以便宜柴火，我们一个老板把这东西买走了，108个铺全部欧印了，5、9折买房子，是吧？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如何利用公司的规章制度来保证清货的优惠价格。那么第6个就是优惠申报的一个小窍门，老师给大家讲过了啊，就是你要想清货，是必须得给老板给公司有决策依据的。我在万达打了一个报告啊，北方区总经理同意，是吧？以5、9折卖这个房子，因为决策底价是实价的，没低于底价嘛。还有我们超卖指标啊，然后这个总裁助理同意，副总裁同意，对吧？最后总裁丁本熙同意，王健林同意，啊，6级领导全部同意了。结果我们追加了一个纸质 OA， 写了一个白条，王健林同意啊，老孙代表万达以不到6折的方式啊给到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接到这个白条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兴奋，哎呀，没想到在万达买东西能买6折的，老孙你太厉害了。其实呢，就是我们高表价造成的。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营销工作它一定是啊有制度的，有管理的这种依据的，就是你要想做这个优惠清盘 OA， 一定是在项目定位阶段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决策指标的一个文件，拿那个决策指标再套回来，现在啊我卖多少钱，超卖多少钱，才会有这个依据，让公司领导给你批准这个优惠，这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说，就是在清盘阶段的开盘，一定要什么定向专户，一套不剩啊。有20个人来，每套房子交10万块钱，好，7天之后申请这个优惠回来，7折7、5折卖给你，啊，就是一定要深专户，啊，再强调一点啊，专户一定要狠，不能说你卖了最后20套，最后卖了18，还剩2套，完蛋了啊！这一下子留下实锤之后，老业主一反扑啊，就会出现群速式事件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好了，讲第3个知识点啊，关于2、3级联动的清盘策略啊，我们说在这个清盘期的时候，我们要经常使用一个道具，就是利用二手房公司帮我们卖新房。大家记住一点啊，在项目卖了3、4年之后了，售楼处也老化了，剩下一点尾房了，新客户是不愿意来的，是吧？进你售楼处里边没感觉，是吧？你卖1万8，卖的贵还是便宜，是吧？隔壁那房子比你卖的贵1万9，因为你这是处理货，老房子了1万8，不觉得便宜。旁边的卖1万7，人家新房卖1万7，你老房卖1万8，不合适。所以我们说，在续销期的时候，客户进售楼处最大的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找不到这个房子价值的衡量依据，是吧？卖了几年了，这房子是不是前面卖的便宜，现在卖贵了，涨上去了呀？心里不平衡。所以怎么办呢？让它平衡呢？拿我小区的二手房房价来倒逼新房价格，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要自己炒高小区二手房，争取出现二手房倒挂，二手房比新房还贵，这样的话，这新房再去化，尾房就很容易卖出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清盘期开发商要做二手房的生意啊？一般我们在售楼处里边设置一个二手房的阵地，或者是在自己的商业街里边开这么1、2个二手房的门店，干二手房的价格啊，把它拉升，人为拉升起来。我们搜集这个房源是很有窍门的啊，不是随便在市场上面找卖房的人搜集，他们会降低价格。万一有1、2个烂价的，是吧？你的小区二手房价格跌了，越跌卖的人甩货的越多，那你新房根本卖不出去了。所以我们要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搜集啊优质的房源，这样的话，刻意的高标房价才能倒逼我们的新房是便宜柴火这个现象啊！而且我们的房源一定是一栋楼的收，2号楼收1套，3号楼收1套，这样的话能够通过这个房源激活这个楼里边的业主，帮你代卖这个楼里的尾房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在这个清盘期如何利用2、3级联动帮我们卖房子。首先第一个啊，结合小区的二手房业务来开展我们的新房销售，我们要主动的炒高我们的二手房的房源。老师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我们找自己的关系户、自己的好朋友、自己的亲戚，把房源收过来，一栋楼收1套，是吧？2号楼我们收一个7楼，3号楼收一个5楼，是吧？7楼是我的朋友啊，1万8买的，就标2万3，是吧？这个3号楼这个5楼是吧？1万7买的，就标2万4。啊，高高的标起来，而且把这个信息要放在自己的小区楼栋里边进行什么客户展示，因为只有本楼栋的人才会关注这个楼里边的二手房的价格。哎，隔壁邻居一看，哟，我们这小区2号楼
7楼有个卖房子的，是吧？卖到2.4万了，我的房子升值了30%了，是吧？好开心。如果这还有个顶楼，是吧？现在还卖17500，这可是便宜柴火，是吧？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赶紧来住我这儿来吧，是吧？我们这二手房都卖到2.4万了，这还有个17000的，中间还有这个7000块钱差价的，是吧？赶紧来买。所以我们说，让本楼的业主去卖本楼的尾货是最好的效果了。但是为什么本楼业主愿意去干这个事情？一定是本楼的二手房价格已经高的离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小区二手房业务，主动的把我们的小区二手房价格炒高。炒高二手房，老百姓满意度高不会给你闹事儿。炒高二手房能卖你的新房尾货。但如果你不炒高二手房的话，如果1-2个业主是吧，急着用钱低价清售自己的手里的房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大家一起来抛售，二手房价格一旦跌下去之后，业主的维稳情绪、闹事、物业不交物业费都会出现，而且你的新房一定卖不出去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提示。第二点关于周边2、3级联动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原则上我们是要把我们收集的房源一定要放到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的二手房的小区里边去只有把二手房的价格放到别的小区里边，二手房的业务里边去，才能把我这个小区房价上涨的这个舆情做起来，让周边的买房的客户关注这个小区房价涨得很高。但你会问孙老师，那我说我高标1.8万标2.4万，人家二手房公司同意吗？是吧？你标搁在这儿1年卖不出去，二手房公司图啥呢？这是有个小窍门大家记住一点我们一般和小区周边的二手房公司我们谈业务，不要谈我们的二手房业务，因为什么？我们不擅长。人家业主会直接找到二手房公司的，我们要跟他谈新房业务我们前提是把我们的二手房的价格要炒高，这样的话他才能方便卖新房。所以我们到项目尾房的时候，我们要把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公司当成一个小的经纪公司、代理公司来去使用，让他们来卖我们的新房尾货，效果会好很多给他们一部分的这个优惠奖励，是吧？让他们二手房公司卖新房去，他们也这个乐得自在但前提一定是你的小区二手房是高的，让我们的自己的业主，让我们自己的二手房公司以及周边的经营二手房公司，大家一起来这个烘托炒热我们的二手房升价的这个效果，这样的话才能奇货可居的把尾货卖掉一定要发动自住客炒高自身的房价这个动作我们在清盘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使用。老业主协助清盘效果是最明显的，但前提老业主必须要高兴。那为什么让他高兴呢？前提就是你的房子在升值，所以炒高二手房房价是我们尾货时卖新房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你学会了吗？好了，讲第4个知识点物业公司联动清盘策略在中后期的时候，特别交房之后是吧？物业公司的保洁、保安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业主接触会更明显。要想做老带新就必须要说服物业公司帮助我们去卖很多保安保洁他们其实收入很低微，如果给他们卖房子3000、2000块钱的奖金的提成的话，他会很开心的。所以要对我们的物业公司的保安保洁有专门的营销力的培训，学会卖房子，而且把这些房源要给到他们手里边去一定要协同物业联动卖房子那为什么物业公司没有业绩呢包括卖车位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很简单这是你的车位不卖的情况下，租赁是吧？物业是有租赁收益的，是他们小金库。你卖了，那小金库就没有了。所以很多物业公司的领导、总监、经理，他们是不希望把车位卖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集团层面上面，从高管层面上面要说服他们，把指标压给他们，特别是自己公司的物业的情况下，一定要他们物业公司去协同营销部要卖我们的尾房和车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开玩笑物业公司就是我们的内鬼期房销售、汽车销售，车位卖不出去，到现车位的时候了，他把租金一降下来，是吧？1个月180、160，完了，老百姓一看这租合适买都不合适没有回报率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解决内部抗性，之后才要考虑外部去化的问题。给大家讲4个我们的依据在结合物业公司清盘的这个技术方面，大家记住一点就是我们一般卖尾货的时候，还有5%、10%的时候，老业主再买再购比例是相当高的这时候小区已经很成熟了，很多亲朋好友喜欢住在一起的，加上你就是尾房了，价格也涨上去了尾房还有这个吃便宜柴火的这种投资价值，所以说服老业主买小区尾房是最容易实现的这种营销途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说服老业主做工作做得好的，其实物业公司比我们销售部要好很多所以我们在
这个清盘阶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何让物业公司帮我们卖房子啊。第一个，重心向售后倾斜啊，一定让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要积极的这个投入到我们的卖尾房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当中来，可以搞一些个小的奖励，是吧？最后一套奖励多，是吧？越卖到后面奖励越多，这样的话发动这些个保洁保安帮助我们卖房子，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啊。第二个，一定要给奖励政策，可参照销售部的政策啊，一套房子几千块钱，对这些保安保洁来说的话是很大一笔钱啊。第三个，老带新工作，物业公司做的更加得心应手，他每天都服务业主，是吧？开门也好啊，停车也好啊，服务业主也好啊，客户管家也好啊，他们卖这房子是很容易的。第四，结合车位销售，推进尾盘的销售。物业公司卖车位，这是他们应该干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不要求的话，他们一定会租，不会卖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结合物业公司啊协同清盘的很重要的技术。所以我们说，要想物业公司配合我们的工作，必须要自上而下的让他们的经理总监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啊，才能让他们内部的去协调说服保安保洁参与到这种轰轰烈烈的清盘工作当中来啊，指标一定要到人。那第五，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关于车位去化的一个技术。有很多企业呢，管理者跟我问孙老师，给我讲个课吧，怎么去化车位啊？在末端了，最后剩个10个亿、8个亿车位卖出去，你的收益会很低。车位卖好了，其实很赚钱的一个产品啊，而且车位是刚需。你说你买房子住，车位就跟你的厨房、卫生间是一样的，买房能没有厨房吗？是吧？买房子你开车能没有车位吗？车位其实是刚需，但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卖不出去车位呢？其实很简单啊，车位我们说，车位不好卖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企业不够重视。我们通过近30年的努力，让老百姓说服老百姓买期房，是吧？用假的样板间、假的 VCR、假的道具来卖房子。但是我们现在的开发商售楼处里边几乎很少有卖车位的这个道具，是吧？你不会做车位样板间，你不会做车位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宣传片，所以我们说车位卖不好，核心主要是在于我们开发商不重视啊。等到现房的时候了，出现内鬼了，是吧？物业公司一便宜租赁，老百姓都租了，就没有卖的。所以我们说，其实车位其实不是不好卖，是我们开发商啊不重视。其实啊，一般车位是刚需，而且车位配比并不是很高啊。为什么有些业主宁可把车停在地表啊，或者是停在路边贴条，他也不会买车位呢？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一般我们卖车位啊，会关注几个核心知识内容啊。首先要关注它的投资回报。其实这个逻辑跟我们卖商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卖商铺，有很多不懂行的这个销售员卖商铺，哎呀，就是你买商铺能赚钱啊。跟大家说个是真心话啊，在万达我们开业的200多条金街里边，是吧？1半以上的金街在40年产权之内，靠租金回报是无法收得回报的。就换句话说，1半以上的这些买金街的商铺的人都没赚到钱。但为什么这么多有钱人愿意买万达金街呢？很简单一个原理啊，我们会教育老百姓，你买金街是富人标配，是吧？你有钱就跟你买 LV 包包一样，LV 的包是造革的，是吧？成本没超过1000块钱，为什么16000卖给你啊？你背上这个包，对吧？你就值16000。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这种投资类产品包装成什么呀？啊，富人标配啊，就身份的象征，而且把它的保值抗通胀的能力也讲给客户听。你看我们平时卖商铺的时候，跟客户讲一个故事啊，叫一铺养3代。有很多稚嫩的销售员错误的理解啊，一铺养3代就是这铺子能赚的钱能让你3代都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万达时候学卖商铺的时候啊，讲的逻辑关系很简单啊。比如说你是一个40岁的有钱人啊，家里有个孩子，是吧？有个儿子18、19了，是吧？那你这个儿子结婚了，你给他你给他这个给儿子送点什么东西啊，是吧？当爸爸的50岁了，是吧？给你留300万的现金啊，是吧？过2天这个官二代富二代给你造干净了，说一定要买个铺子给他儿子留下，知道吧？要学会经营，哪怕最后这个儿子不争气，是吧？爸爸老了死了之后，靠这个商铺，是吧？租金能养活你一辈子。所以我们说，在南方地区啊，一铺养3代这个传承，它其实是给子嗣们留下固定资产、稳定的回报。这个商铺的保值抗通胀能力是非常强的。你50多岁了，是吧？来个客户，你家里有个女儿出嫁，是吧？不用给她嫁妆200万，是吧？买个商铺给了她，是吧？告诉她你到南方去，是吧？如果南方对你不好的话，以后爸爸老了死了不能照顾你了，靠这个商铺啊租金来养活你一辈子。
所以我们说的一铺养三代的核心不是为了让它赚钱，是为了保证它有稳定的收益。车位也是一样，是吧？你有很多这个销售员卖车位就会说一句话啊，车位投资有回报，有回报吗？是吧？你的车位一个月租200块钱，你按这个算法的话，能有回报吗？所以前提是必须要把租金炒高，而且要把车位的其他这样的这个重要指数要写清楚。首先第一个时间成本，是吧？你在我这停车，是吧？你有车位的固定车位的话，你上下班很方便，是吧？开了就走，停着走。你要没有车位，天天找车位转圈，是吧？你在我地库里边转30分钟、20分钟，转了半天，是吧？多吸30分钟、20分钟尾气，是吧？地下车位排放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这些个尾气都是毒药一样的，是吧？多闻半个小时你得肺癌的这个概率增加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客户的时间成本以及爱车标配。你开什么车呀？那必须要配个 VIP 车位啊，是吧？这100万的车必须要放一排啊，证明你有钱啊，是吧？第三个，买房能不买车位吗？这是必须是配置的。所以我们在期房销售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捆绑销售车位，把车位当成刚需，有效的去进行有效的这种洗脑。所以我说买车位我们一定要给客户算一笔账算什么账呢？一定要让客户知道买车位是有投资回报的你看在香港买车位一个车位地表车位200-300万当玩一样的。我们在深湾浅湾，就是港岛的深水湾、浅水湾的车位，一个地表车位1000万一个那些销售员卖车位很简单告诉老板必须要买这车位为什么买？身份象征，是吧？你的车位指你的身份的，是吧？你身价1个多亿，是吧？告诉你一件事情必须买这个 VIP 车位，是吧？过去10年香港的绑架案、富商绑架案前10有9个都是从地下车库绑走的，是吧？所以你必须要买这个最好最近的这个车位正对你小区院的这个车位，这样的话安全，是吧？有钱人最担心的是安全。在香港买车位从来不会告诉你买车位投资有回报，不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一点一定要给老百姓算清楚这个车位的重要性、时间成本、爱车的标配，是吧？你在车位地下车库放车和地表停车，二手车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是吧？在地面上放3年只能卖4折，在地下车库卖3年能卖8折，那能一样吗？对吧？根据你的车的保值、时间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呼吸，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全性，会告诉客户买车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教育，不教育就要不断的教育。而且你做回报率的对比的时候，不要拿我们的租赁车位的对比，你拿商场下边的车位，是吧？1小时8块钱，拿写字楼下边车位1小时12块钱来做回报率测算的话，效果就好很多。就跟卖公寓是一样的，是吧？你卖个公寓回报率只有1点几，是吧？你卖个酒店式服务公寓能达到3和4回报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算花账给我们的客户讲明白这个车位的销售的重要性。那么一般卖车位的话呢，我们会按3个阶段来卖车位一般是期房阶段捆绑车位销售是最好的。他花200万买个房子，最后多花20万买个车位，贷款贷出来，效果是最棒的在购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续销期的时候卖车位很难卖，一般就是高表示折扣，把表价涨起来之后买房子送车位当促销品来送。那么在交房日是我们的强销期，就是我们车位开盘的日子给大家讲讲车位如何开盘我们说车位区划一共分为5步，开盘之前要做5件事情首先一个制造稀缺，一定不能做一张大图这个图纸上面这么多车位全有，是吧？不能这样卖，一定要把楼座和车位放到一起，而且每个楼配的车位一定要一个楼一个标识，让他知道这个楼里边96户，车位一共88个，车位是不够的，每一户一个车位的话是不够用的，一定要给客户有紧迫感。所以大家记住一点车位的展示不能说只画一个地下车库的几百个车位，一定要把楼上和楼下的车位进行有效的这个展示，而且不同的楼座它的楼座车位配置的车位的颜色一定要有区分，这样的话才能制造稀缺感，让你知道车位是有数的，车位是有限的而且要把车位上面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这个楼第1排车位、第2排车位、第3排车位，它的安全性和舒适度还有时间是不一样，是要有价差的，是吧？离楼最近的越贵，离楼越远的越便宜。你买这个近的车位就是占邻居的便宜，是吧？让邻居们走远路多闻一下地下车位的车库的这些粉尘，是吧？造这个尾气，这样对你的身心健康，你比邻居们活得更长更健康第二个负面干扰，在卖车位的时候一定要在地表要警察公安来贴条，
是吧？然后的话呢，在交房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把地表车位全部封掉，让他七顶八歪的把车停到很远的地方，走路来办理交房，这样他知道车位的重要性啊。第三个，制造投资假象啊，一定要像老师提到的，要放一些个车位投资的一些个算法，包括我们的时间成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爱车的这个车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健康成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车位的未来的升值潜力啊。第四个叫降低门槛啊，一定要零首付啊，分期付款啊。这个时候老百姓几乎没什么钱了啊，装修买家具都用过了啊，这时候一定要分期付款做得好。第五个，贴近服务啊，一定要在小区里边要设置什么便民的洗车点啊，这个，甚至有的企业啊，在我们的这个车库里边给做成定制式车库，是吧？给你地面上画一个自己家的全家福，或者画一个什么卡通人物啊，凸显这个家里边的这种身份象征的地位啊。所以我们说车位区划一定要有5个前置条件啊。那么我们说停车场展示，一般我们卖豪宅，现在很多的企业开始做停车场的展示了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能够做一个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展示的效果，因为你看卖房子需要样板间，卖车位必须要个世界样板啊，在期房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叫做归家之路。有钱人买豪宅一定是要从地下室走一走，看看安全与否，是否健康。所以我们说停车场展示也是我们现在当下销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销售道具啊，包括停车场是品质地产的营销利器。你要卖高端的话，停车场做的干净漂亮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展示企业形象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停车场展示区必须提前策划，同期开放啊。第三个，工艺是关键，没有能力别尝试。还做完地下停车场啊，通风也不好，到处漏水是吧？质量也很差，那还不如别展示啊。这点的话，可以对标一下万科啊，万科几个豪宅有标准化的停车场的这个一个施工的一个工艺啊，这方面万科做的还是比较这个靠前的啊，包括地面的这种设施啊，包括这种进倒车的这种灯光提示系统啊，都做得非常非常棒啊。就是我们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啊卖车的道具，就跟卖房一样啊，我们投入了就会卖起来就好一点啊。我们最后给大家讲讲车位区划常规的销售动作解析啊。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车位的这个图纸优化，这点给大家剧透一个核心技术啊，就是一般的设计公司都会在负1层、负2层的车位里边，负1层给你少画车位，这是我们一个行业的一个 bug。他为什么要少画车位呢？本来能够画200个，他非要给你画成150个，给你少画50个。很简单啊，首先地下车库的委托设计图纸是很便宜的，我们楼上的图纸都是平立抛，是吧？地下车库全是平面的，画方块，一般企业是很少给钱的，一般都送的吧。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地下车位是很难画的，是吧？我们国家规定是吧，面宽2.5米到4.5米都能画车位，但永远给你按照4.5米最宽的画。我们车位是按个卖的，对不对？你负1层画少了，负2层画多了，就浪费我们的工艺了，浪费我们的这个成本，同时还这个少收入了。负2层的车位只能卖到负1层的80%或60%的价格，对吧？所以我们尽量多的画负1层的车位是很重要的。那他为什么按照最宽的规范给你画呢？很简单，就是省事儿。大家别小看一个车位啊，就是什么3米乘以6米这么一个小框框，要不同的车头朝内、屁股朝内的进车倒车的这种测算是很麻烦的。我们一般一个车位要算3类车啊，长车、中车、短车、倒车半径，所以画一个车位很麻烦，还赚不到钱。所以很多设计公司诚心给你画成最宽的4.5米面宽的车位，这样的话你就少了好多负1层的车位，然后这样的话他负2层还可以收点设计费给你。所以我们说一个停车场的图纸优化，至少我们营销参与的话，能优化出10%来，就是多出好的车位，对我们的销售是有很大帮助的啊。第二，停车数量在产品设计环节就要仔细斟酌。第三个，尽量多的地表停车，管理车位的核心要点。但是卖车位的时候，地表停车一定要把它封掉啊，不让他客户停在上面租赁，一定要买下边的。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我们的一个核心技术啊。车位并不难，难的就是我们是否重视它。一定要在好卖的时候、期房的时候尽量多卖啊！你们回去试一下，把指标压给销售部，卖2套房必须配1个车位，你看一看期房能不能卖车位，很容易卖出去啊，只是我们不重视。那么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清盘的最后一个核心技术，叫完美售罄啊。这个动作的话，也可以做成一个大的节点
啊，恭喜这个楼房子全部卖完一套不剩，我们搞一个演出啊，花个10几20万，把老业主这个邀约过来，目的是什么？通过这个活动为下一个项目啊周边的友军项目做老带新的一个植入，是吧？当我项目有2期的时候，当我项目是吧周边有新楼盘新地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拿一个项目的售罄这个活动啊做成下一个项目的引燃，启动认筹续客。所以我们说啊，清盘期我们有很多的道具物料节点是可以利用的啊，这个完美售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啊。清盘要做一个售罄的活动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是可以能做成的啊。关于清盘节点的几个案例分享啊，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讲了。就是清盘其实是可以为我们的周边的项目带来更多的客户关注点，就是这个项目全部卖完一套不剩，而且价格量价齐升了，对我们后期的新产品新项目带来很大的帮助。举个例子吧，比如星河湾啊，星河湾就特别在意就是清盘倒计时这个动作，是吧？最后的房子全卖完之后了，房子升值溢价了，是吧？最后这个房子卖多少钱，这个是它很好的这个企业形象 ISP 战略的一个诠释。所以你是品质地产的话，你项目卖到一套不剩，而且价格有量价齐升的话，拿它来做广告宣传，对你的产品的品质、对老百姓的追捧、对小区的物业升值、老带新政策的植入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啊。第二个，最后机会的应用，就是在清盘的时候，为了清尾货，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当成吸引客户到访，特别老业主到访。比如说我们样板间，是吧？清盘的时候，老业主不一定来售楼处，但是我们搞一个样板间产品的一个拍卖会，是吧？1元起拍卖沙发呀、床啊这些家具啊，反正你都清盘了，房子没有用了，对吧？用这个方式吸引老业主来参加，同时啊，把我们剩下的几套房子老带新植入进去。所以我们说，销售道具的合理利用啊，售楼处里的东西全是宝贝啊，能不能把它用起来是很重要的。你不把它用了，不拍卖了，最后拆了扔了也怪可惜的。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清盘动作做得漂亮啊，重视清盘，因为最后这10%才是真正企业收益获利的最好的途径。项目管理要效益是企业效益提升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我们说最后清盘期你是否专业，企业能否赚钱是至关重要的啊！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的清盘技术，然后把我们的清盘最后的尾货卖的量价齐升，能多赚钱啊！往往不重视，最后你的钱赚不到啊，最后企业费力不讨好啊！好了，在清盘期给大家讲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我们说的一个项目的收尾的一个环节，就是营销后评估报告。啊，有很多企业开始重视这个后评估了，特别是规模化企业，这个项目卖到最后的时候了，我们都变成了现房了，变成了销售业绩的时候了。我们再回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拿地的环节啊、设计的环节、销售环节哪些地方值得总结。所以我们说，一个项目的后评估啊，对我们未来企业发展、项目开发是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一个营销总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啊去新项目去开展业务，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有始有终、圆满的完成我们的后评估，啊，良好的复盘习惯是职业经理人的标配，啊，孙老师做了20多年的营销，啊，我现在最大的自己的评价就是什么？就是失败，营销是没有成功的，每个项目都有遗憾，是吧？因为我们刚才是点动词，是吧？哎呀，要多卖200块钱也能卖出去，是吧？房子卖早了，要再晚一点能多赚了好多钱，或者是房子那时候要赶好时机要清盘的话，最后也不会收尾，多卖段时间了。所以我们的从业的经验全是来自于过去的我们的失败经验，啊，就是营销是没有完美的，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失败的经验总结在一起，为下一个项目啊提供更多的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这个知识内容。所以复盘会是我们每一个操盘手必须具备的能力。那么我们开盘要做复盘会，那么清盘也要做复盘会啊。那么一般复盘会的内容是什么呢？啊，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我们的后评估的核心啊，大体是我们通过3个维度啊去评估。第一个，项目经营效能，就是这个项目当时算到的能否赚到，是吧？我们的销售净利润值啊，包括净资产收益啊，包括这个内部的收益率啊。啊，第二个就是项目的运营效果，就是这个项目开发的策略啊，这个主项设计的完成率，包括各项部门的计划完成率啊，包括最后验收之后啊，你的产品是否合格，是否优越，是否拿鲁班奖啊，这些个项目运营效能的评估。包括项目资金回笼的效率评估，包括现金流回笼的周期是否达到我们要求了，是吧？半年回正啊，1年回正，包括我们销售的去化率，包括我们的销售回款率，是吧？它的什么时间有效回款，是吧？回款的周期啊，放款的时机都要进行我们有效的评估。只有把各项指标的完成率达到标准了，你才知道这个项目做的是否
有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每一个项目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工程设计、成本、财务、采购、营销各个板块进行一个后评估，对我们过去的工作实现一个验证。你的营销总能否升迁，你的项目总能否升迁，全靠后评估报告了。就是我们算到能力，最后能不能赚到，这个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般我们项目动态的评估方式，基本是围绕几个维度的，大部分就是算账赚多少钱。但很多中小企业算不过账来，是吧？随着开发，随着把钱拿回来投到新项目去了，永远这个账算不清楚。但是现在很多标杆企业对单一项目的现金流量计划后评估措施做的是非常非常完善的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分我们很多项目总高管都要做什么跟投，最后投的分钱怎么分给大家讲讲我们一般跟投算账的逻辑关系基本上围绕这几个维度：第一个项目的净利润，是吧？第二个收入，第三个成本，第四个费用，第五个税金，就把所有这些个这个我们相关的内容，通过我们的前期、中期、后期的计划、管理、实施、销售、交付等一系列的工作进行一个统筹的一个测量，最后实现这个项目的后评估打分。通过这个后评估来给大家分钱能否分到我们项目的这个奖金，全靠后评估的技术能力。总结才能找到进步的空间至此我们的这个系列的管理人的培训课程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学习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营销是一套科学的系统工程，一个营销总要具备专业的技能，不单单是按场接访在前期拿地在设计环节、植入、开盘期准备环节、首开期、续销期和清盘期不同时期的营销技术、营销能力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完善。打赢市场就是要跑赢同行，你的技术是否先进，决定了你最后业绩的确保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通过这些网课，能够提升自己的管理技能，找到自己工作的差距优秀的完成我们的业绩指标确保。好了，我是孙晓东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个课的关注。我们至此我们的课程全部完成了，谢谢大家。